哎，你说这外国爸爸会带孩子不？这不最近我回国了吗？很多人问我，彩玲这外国爹带孩子你能放心吗？咱说实话啊，我这大胖媳妇作为一个胖子，她不是个好胖子，但是作为一个媳妇儿，她是个好媳妇儿。作为孩子爹呢，我对他的爹格很知足。但是从养孩子的观念上呢，俺俩还是有这个中西家长育儿观上边的差异的。比如说啥呢？比如说他从来不会给孩子盖被。你是不是想说当爸的心都粗？哎，我刚开始也这么想的。后来去加拿大，发现我婆婆也这样。再后来，我发现我身边所有的父母，就我自己晚上起来给孩子盖被。有一次我去婆婆家嘛，我婆婆让孩子跟她一屋住。早上起来我上楼去看，她自己搁那夸夸给自己美甲呢，那家差点窜出火星子那家伙。孩子亮个小白肚，被全踹下去了。我就赶紧给盖上，我说这么睡肯定得感冒啊。我婆婆呢非常不解，跟我说她如果冷她自己会处理的。我当时就有点想扇她，你知道不？我寻思孩子不到2岁，你咋不说他如果冷他应该自己给自己织条毛裤腿呢？但是我跟我身边任何一个外国人吐槽这个事儿的时候，他们的一致诊断结果都是我有焦虑症。就在他们之中就我这辈的人也好，我父母那辈的人也好，就在孩子已经不再需要晚上你给他喂夜奶了以后，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说半夜起来看看孩子踹没踹被这个事儿。我就问他，我说那孩子晚上要是踹被了，他不冷吗？他们的回答统一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喊的健身男，那就是你不够猛；不喝的老丈人，那就是你不会捧；不见的嘟嘟唇，那就是你不会整；不醒的踹被娃，那就是他不够冷。所以他们都这么认为，真冷了他就醒了。那我们大人也是需要休息的。咱再说孩子上学中午带饭这个事儿，如果要是我准备呢，我肯定是头一天晚上给他做出来，那咱整的得差不离儿，对不？如果要是我老公准备呢，那肯定是早上就是准备上学手忙脚乱的时候，他随手霍吧出来一个什么玩意儿。基本上呢就是三明治、面包抹点沙拉酱，完夹片火腿，完了。就这个活我还是那句话，咱说只要我妈的泰迪不喝醉，我姐的萨摩不心碎，我四舅爷的母猪不宫寒，我三爷姥的王八不崩溃，就这点活肯定能给你干出来，就是一点挑战性都没有的这么一道料理吧，就是。所以我就问我老公，我说你就不能说再多花点功夫，稍微上点心吗？人家的回答是：第一，那大伙中午都吃凉三明治，咱也不能说简单的美味它就是可耻的，对不？那你说你一天臭豆腐拌大米饭，你燥的直冒汗；老干妈下白面条，你香的直掉毛。咱也没看着说你臭豆腐上边非得点个鱼子，你老干妈里边非得雪个鹅肝儿，对不？你那不也是简单的美味吗？第二，那我中午上班，我给我自己准备午饭，也就是简单夹个三明治，我也没有时间给我自己整复杂的。那孩子跟我一个待遇，这不是很正常吗？你还别说，国外这白人小孩还真都是吃凉三明治长大的。国外的家长呢，基本也都是像我老公这么想。你说我以前寻思是不是外国人他老人不帮带孩子，年轻的父母们太忙了？其实也不是。你像我婆婆是在她最小的孩子上初中以后，她才去工作的。但是我老公他几个也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自己早上起来夹好三明治带上学校。就是作为全职的家庭主妇，我婆婆也从来没觉得说自己有这个义务早上早起来1个小时给孩子们做顿热乎的好饭。还有你去国外的餐馆看他们点菜，那可能爸爸妈妈点了一瓶好的红酒，然后俩人可能整个惠灵顿牛排啥的，那孩子的菜单上就是土豆泥、薯条、焗马铃薯，反正就跟土豆较劲。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就孩子的味蕾他又不会享受高端食材，为什么要浪费钱？我有个朋友，他以前是给这个有钱人做旅行定制的，他跟我说他这些客户就这些英国有钱人呗，大多数全家旅行的时候，夫妻坐头等舱，后边跟一帮孩子全坐经济舱，理由也是一样，他们又不懂得怎么享受头等舱，领他们度假他们已经很幸运了。完经济舱呢也有这种情况的，就孩子小嘛，没有座嘛，父母在座上那俩睡的四仰八叉的，给孩子放地上了，在地上睡。反正飞机上这个地呢也不算凉，但让我妈看着了，那给我妈气的，就差点上那管人小两口要孩子，要给人领养着。我呢先来试试水，看看这个话题你爱不爱听。你要是爱听呢，我就再跟你深度唠扯唠扯我婆婆他家更极端的育儿观。哎，对了，忘告你了，我隔离结束了，我出来了。哎，这屋什么味儿啊？自由。今天我们就好好聊一聊我家这个外国人回国以后发生了哪些深刻又微妙的变化。再有12根，15根，再有15根，开始。起锅烧油，中少许姜，少许，扒拉扒拉，放肉芽，酱油少许，
手上手，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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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至端上。得炒几分钟啊？不知道，凭感觉，凭感觉。你咋的了？你咋的了？脑炎子死了疼，我的牙滋儿滋儿疼，我的肚子里这儿疼，我这脖干子眼眼儿的疼。俺买口罩菜。好点没？还热不？难受。睡一会儿啊。啊。哎呦我的妈！给我点。不给。你吃你的，我吃我的。哎，我的 WiFi 了。喂，我有安卓宽带。你等着，你都不用出屋，下午人就来。Later，安装好了。啊，那当然了，中国移动宽带，上午打电话，下午就能安，上门快，服务还好。移动宽带最高可达1000兆，同时非常稳定。中国移动宽带的用户已经超过了2.3亿，宽带业务这个方面全国规模领先。2023亿是啥？啊，对，我忘了，亿这个概念对你有点陌生。2.3亿呢，就是你加拿大所有的人加一起乘以6，还不如用中国移动宽带的家庭多呢。就是这么一个规模吧，属于。回答多少钱？哎，给我拿那个。别夸我，别夸我。得上点劲儿，再往上点，再往上点，带点腰，带点腰，带点腰。哎呦我的妈！这，里边是，别客气，我就坐这儿，我就坐这儿，我这边，哎，别客气，我就坐这儿，我就坐这儿，我就坐这儿。这边。哎呀，怎么这么客呀？哎呦。热的，吃。哎，不是烧的。哎呀，多吃。啊，要个酸菜鱼吧。好。要一个那个核桃小。好。我妈前一阵被误诊了，我婆婆温迪一番安慰，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我妈对她的印象。以前就是有点烦，现在是真的恨。前几天我妈来北京检查，医生跟我说我妈肺部像是恶性肿瘤，当时给我吓完了，我就找了很多医生看，最后才发现是结长得有点奇怪，但其实是良性的，没事儿。但是你能想象当时被误诊的时候，那我家真是就是愁云笼罩啊。然后这温迪一听说，立马在俺家群里给我妈发微信，就是外国人非常标准的那套慰问。Oh, I'm so sorry， 就我为此感到非常难过。我就赶紧给温迪发私信，我说温迪，你现在少说点这些虚的，你就表达你理解他。温迪说我懂，然后跟我妈说，我嫂子哈跟你得的是一模一样的病，去年没了，从得知到走4个月，所以我完全理解你的恐惧。说没就没了。我赶紧给温迪发私信，我说温迪，你看你能撤回不？如果不能的话，你能不能不说你嫂子跟我妈一样的地方，你强调一下你嫂子跟我妈不一样的地方，我求你了。然后我看群里温迪立马补一句，但是我嫂子是一个墨西哥人，就是温迪他也不是不关心你，但是他完全没有说吉利话，别说忌讳词这种概念。所以对于他们，就你要是跟他生气吧，那结局只有是你跟他们生气。我知道他这个特点，因为当年我结婚的时候，他就一定要把他的婚纱邮过来让我穿，跟我说的是你一定要用我的婚纱，这个婚纱我妈穿过，然后离婚了，二婚时候还穿的它，然后又离婚了，然后给了我试了很多次，马上结婚了，未婚夫跑了，我就给我妹妹穿过一次，但是到那为止，这个婚纱就再没被人穿过。我说因为你妹妹又买一个婚纱，温迪说不是，因为我妹妹去世了。这个婚纱经历了3个女人，多有故事，多有历史。我一算，这不光3个女人，还有5段婚姻呢，所以以前吧，我还在想，是不是他们就对外人这样，就不在乎咋说话，对自己家人不这样。直到上个月，我小姑子妮蔻出了场车祸，住院了，轻微脑震荡。我在家里的群里正搁那码字想怎么慰问呢，我公公布莱恩啪一条信息，妮蔻今年脑震荡第2次了，爸爸先不去看你了，但是下次如果你直接进 ICU 了，爸爸考虑一下。So did they recognize you at the hospital? Frequent flyer miles? 给我镇住了。我要问大胖媳妇，我说你们的慰问方式就一直是这种诅咒型的吗？他说那你们碰着住院的，你们说啥呀？这时候你说啥也不对。我说我们直接往枕头底下塞钱。大胖媳妇说那还是不要了，他开车1年出好几回事儿，那
那咱家这2年出入挺平安的，你这种事儿跟他们可卷不起。哎，你还真别说，我开车这2年还真进步了。刚学车时候我也不会停车，但现在有蔚来 ES6了，自动泊车就是轻松搞定，而且 Naomi 还支持语音互动，播放喜欢的音乐，座椅按摩、加热，一切都不在话下。我觉得你扣再来可以整一辆，这2天它可以选颜色。不光我妈，我爸也深受其害。前2天我爸我还有大胖媳妇一起坐飞机从沈阳回北京，中途有一段就特别颠簸，颠的我都要吐了。然后我爸就非常紧张，手握着把手，人非常焦灼。大胖媳妇贱了吧唧，啪打我爸一下。昨天晚上我说加盘小龙虾，你说嫌贵，现在你后悔不？我爸根本不听他说话，还是非常害怕，自己捣鼓。你说飞机上这降落伞都好使不？万一我这个不好使？大胖媳妇一把把我爸抱住了。没事，爸爸，用我的伞，我抱着你一起飞。哎，但是我不敢保证啊，落地的时候要是你先落地，我可能会把你压死，